本节目由美光科技赞助播出。我是玛丽娜，她是没跟我结婚，却让我生3个的伽利略。很注重实验现象的她，常拿现象挑战其他人，甚至不及教宗所相信的理论，这让教宗很不开心，要追杀伽利略，也因此展开一场力学的大战。我的制裁之权！伽利略，这场定义力的战斗就到此结束了。不可能，我的新科学怎么会？哼，伽利略，你的末日到了！亚里斯多德巨炮之东西要推才会动。伽利略，站起来！玛丽娜，你还记得起初的信念吗？真理是永不失败的。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你还有我啊！伽利略，下地狱去吧！伽利略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什么？为什么你还没死？亚里士多德巨炮启动了我的隐藏技能——无限运动之惯性。亚里士多德说，东西要推才会一直动，失去推力之后，东西就会停下来。但你看这颗球，没有人推，一样在动，不是吗？看来定义力的真理是站在我这边的。真理在宇宙之声当中，接招吧，真理之光！哇，是力一样的化身！伽利略提出惯性，发现就算没有推力，物体也还是可以动。这个想法抵触了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力，就是教宗最爱的那位。因此，也让伽利略开始好奇，力究竟是什么呢？他在滑轨实验中发现，当球从静止开始运动需要施力，或是从运动到静止也需要施力。因此，伽利略重新定义，力是运动改变的原因。听到伽利略对于力的想法后，深信世界是一台大机械的笛卡尔认为，这台大机械的运作就是被力所推动。如果机械运动能有规则，那么力应该也有规则吧？于是笛卡尔设计了碰撞实验，他把球从斜面滑下去撞另一个球。他发现滑下去的球质量越大或速度越快，撞击的力也会越大。在相同的撞击下，被撞的球质量越大，得到的速度就越慢。最后，笛卡尔整合了实验数据，把力的定义用公式写成了质量乘以速度。这个定义就是现在所说的动量啦。笛卡尔这个混蛋，居然拿他的公式挑战我家的伽利略。他们从日心说，一路吵到了潮汐现象，甚至还吵起了力是不是需要作用时间。笛卡尔，
虽然你号称超 S 级的科学家，但在我力量的化身的面前，你不过就是卑微的地精。你定义的力早就被我写成公式了，现在我才是力量的化身。力量等于质量、速度相乘。怎么可能？我的力的公式是完美的。完美！哼，看你能不能接住我这招，我再考虑要不要100%力量跟你打。啊！一模一样的东西，从比较高的地方丢下来，最后落地时的速度会比较快。的确，依照笛卡尔的公式，一样大的球受到一样大的地心引力，无论怎样，速度应该都是一样的。我才不会这样就倒下。没想到你能接住50%的力量，我就告诉你吧，实力也和时间有关。哈梅哈梅哈！没错，力是需要作用时间的，落下的越久，速度越快。那重击力不就一瞬间传到另外一个球吗？瞬间碰撞是0秒，那不就等于没有实力了吗？你越怀疑才是真理，命运注定你的理论是要失败的。这不可能！伽利略，你要相信自己啊！用上我100%的意志吧，坚守你的信念，我会永远与你同在。伽利略认为，自由落体会越来越快，是因为重力不断作用在落体上，因此运动的改变会跟力作用的时间有关。在碰撞实验中，力的传递发生在一瞬间，而笛卡尔反问：如果施力需要作用时间，那施力0秒是有施力还是没施力呢？直到2人过世30年后，牛顿得知了他们的想法。他认为笛卡尔的力其实也跟时间有关。笛卡尔所说的瞬间，并不是0秒，而是小到接近0秒。牛顿为了计算这种接近0的数值，发明了传说中的微积分。牛顿终于能够计算力在一瞬间的影响。于是牛顿整合了过去对力的定义，认为施力与质量大小、速度快慢、力的作用时间有关，最后写出了为人所知的牛顿第2运动定律，完美解释了世上所有力的现象。在后来伯努利与尤拉的优化下，成为我们所知的 F 等于 ma。身为科学力量的传承者，历代科学伟人的研究光辉将永恒的接续在我身上。哈哈哈哈！人们啊，你们可曾听过一句话：去你的虎克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才能望向更遥远的彼方。第1定律：谈运动，东西有推才会动。不动就是不会动，会动就会继续动。第2定律谈运动，推力会让东西变快变慢，运动改变的方向就是推力的方向。这奇怪，好像还有其他现象没办法解释啊。
伽利略最早从思想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力的定义，只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写成数学公式。而后来笛卡尔则是从经验的角度，并且结合数学的概念，重新提出了关于力的定义。而这两个人一直在力的定义上无法取得共识，直到后来牛顿发明了微积分，才将两个人的理论整合成我们现今常见到的力学的概念呢。